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3月27日，我们从全球媒体资源和独家专家分析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以下是今天的独家见解。浙江的地理环境跟浙江的特性相关。所谓的浙江现象，浙江的发展密码，作为一个浙江人，常常被人问这个问题，我也做了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不算是理论研究，是胡思乱想，无法得到科学的证实或者证伪，但是可以作为一个提示，给大家一些启发，当不了真。我想谈谈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浙江的地理环境。浙江地理环境叫7山1水2分田，70%是山，10%水，20%是田，以山地为主。山地主要是丘陵地带，一个面积不太大的省份。根据这个环境，我觉得跟浙江的特性有相关的有那么6点影响。一、山多但是不高，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很明显，所以浙江是一个便于农作物成长、便于耕种的一个地方。从历史上来讲，人群的密度就比较高，有些地方地域环境条件不太好，不利于人群聚集。如果山很高的话，人也不会多。浙江恰好人还是在可以这里活下来，活得比较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都知道，经济发展人口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太过于稀少，不利于发展。二、浙江的山多造成各地的分割，这种情况在浙江特别严重。大一统的国家中，地方势力强，管理不容易不统一，即使一个地方语言互相之间都不能够听懂，同一个县语言可能听不懂。我80年代90年代做律师，到我所在的市的一个县，我听不懂当地语言，我去见被告人，他讲话我听不懂，然后法官陪我去，被告人讲一句，他翻译一句，开庭也是这样。几十年以后我还是听不懂，现在能够听懂60%-70%，而我们相距不过几十公里。当年中国和越南打仗，越南原来跟中国关系很密切，在越南南北分割的时候，北越的很多干部是在中国培训的，所以越南人很多都懂中国话，所以中国的军队步话机一讲，我要从东边包抄，越南部队都听懂了。后来中国的部队就用温州人去讲步话机，温州人一说话，越南兵肯定听不懂，别说越南人，我们浙江其他地区人也听不懂。和平先生多次提到，广东老百姓比较不服管，因为四野的干部听不懂广东话，这个情况在浙江也是。在共产党接管浙江之前，在大军进入浙江之前，已经对浙江的基层政权整套班子都已经具备了，到区一级。当时在山东组织的叫做南下工作队，山东某个县对口浙江省某个县，然后他干部派到区一级，区公所这一级都是山东干部。南下干部从40年代末进来，到他们的离退休的80年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外地干部。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老红军，他才是一个公司书记、科级干部。所以山东人在浙江当官，本地人很少当一把手的。解放初有，后来反右一反，地方主义一反，本地干部就很少了，当一把手的几乎没有。那么广东出现的情况在浙江也出现了，他们听不懂老百姓的话，老百姓也听不懂他们的，这样管理的难度就增加。这个地方的分割就造成浙江人比较独立，有自主性，对外来东西的依赖性就比较少。所以浙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我觉得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当然现在也有大家都觉得考公务员最好，这种风气整个社会都存在，但是浙江人骨子里的就是不太服管，有自己的想法，你是我的领导，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有一个个人发展思考的独立性、自主性。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之3。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监督中国经济的习近平拥护者。纽约时报。中国新任副总理何立峰曾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中央规划师，被任命为监管国家经济的重要政府官员，经济学家正在对其政策制定进行审查。预计他将监督从贸易谈判到产业政策的一切事务。自从担任共产党员以来，他一直支持国家主导的举措和抑制企业增长的政策。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如果继续遵循这些政策，可能会出现困难，比如不断增加的债务来支付建设费用。台湾前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和密切关注的访问。纽约时报。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后从大陆迁往台湾以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首次访问中国。这次为期12天的访问是非正式的，但将密切关注北京可能打算如何影响台湾的任何迹象。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将在不久之后访问美国，此行遭到中国的反对，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在2008年至2016年担任总统期间，马英九加强了两岸教育交流，后来由于北京不认可他的继任者蔡英文而减少。将在湖南省扫墓的国民党领导人
很可能旨在影响台湾选民对美中关系中两大政党立场的看法。虽然国民党近年来向政治中心靠拢以争取选票，但大约一半的台湾选民仍不隶属于两大政治团体中的任何一个。2022年亏损预警后，中国券商股价暴跌。南华早报：中国证券公司的股票在公布2022年财报之前，在香港下跌。海通证券、交银国际控股和中国光大控股的股价自年初以来大幅下跌，跌幅在 17% 至 25.3% 之间。交易员对近期市场动荡和客户投资风险引发的中国券商收入前景黯淡表示担忧。惠誉国际评级报告显示，由于预期收益仍面临压力，预计今年金融业不会有喘息的机会。中国誓言对包括4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审计师进行更严格的审查。金融时报：中国财政部将收紧对国际和本地审计师的监管，包括4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德勤、普华永道和毕马威。这表明，在众多企业倒闭后对该行业的审查日益严格之际，中国财政部将收紧监管。财政部副部长告诉德勤全球主席沙朗索恩，政府将严格执行财务纪律，并加强审查中国的审计公司。此举是在北京对德勤处以创纪录的罚款，并在政府支持对国有坏账管理公司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救助后，暂停其北京业务3个月之后做出的。普华永道和毕马威也分别在中国接受审计工作调查。全球需求疲软影响复苏，香港出口下滑。彭博社：由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对商品的需求放缓继续拖累该市的大流行后复苏，香港的出口已连续第9个月下降。海外出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8.8%， 但好于下降 28% 的中值预估。同样，进口同比下降 4.1%， 也好于 23% 的降幅中值。贸易逆差为454亿港元，58亿美元。由于中国和其他目的地的需求减弱，香港的出口数月来一直下滑。亚洲各地2月份的出货量均出现下降，其中对日本的出口同比下降 23.1%， 对印度的出口下降 18.5%， 而对台湾和新加坡的出货量分别下降超过 14%。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近 13%， 尽管与1月和12月 30% 或更多的降幅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内地经济加速增长，应可舒缓部分压力。新的世界秩序，金砖国家提供西方的替代方案。德国之声：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正在将自己定位为 G7 等国际金融和政治论坛的替代者，以提供 G7 的替代模式。2001年成立后，金砖国家已经成长为政府间合作的平台，创建了自己的银行，成为新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和对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抗衡，并创建了成为应急储备的流动性机制，通过付款支持会员的安排。全球对金砖国家集团的兴趣正在增加，金砖国家银行对新成员开放。2021年，埃及、阿联酋、乌拉圭、孟加拉国入股。批评者反对将这些截然不同的国家归为一类，该组织最初被指责为一种营销策略。然而，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副所长表示，创始神话已经褪色，金砖国家正在经历地缘政治时刻。金砖国家最近的经济发展与该集团成立的最初神话几乎没有关系。中国是自2001年以来实现持续和广泛增长的唯一成员。金砖国家联盟被视为与其说是对抗西方，不如说是许多人增强主权和自主思想的论坛。人们认为中国正在利用该平台实现其全球政治野心，而印度、巴西和南非则在争夺更好的条件。不少国家有意加入金砖国家，但随着近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具体的贷款标准尚待确定。被拘留的墨尔本女子城垒的伴侣敦促丹·安德鲁斯在中国提起他的案子。美国广播公司：维多利亚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 Daniel Andrews 在即将到来的中国之行期间不会公开提及自2020年8月以来在北京被拘留的墨尔本女子城垒的困境，这将是澳大利亚总理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华。城垒女士是2个孩子的母亲，曾是中国政府广播公司 CGTN 的前主播和记者，被指控向外国人或外国组织提供情报或国家机密。他的合伙人立陶宛商人米克拉斯·佐巴纳斯 Mykolas Sabanas 先生说，安德鲁斯有必要向中国官员提出此事。除北京外，安德鲁斯州长还将与江苏省和四川省的政府官员会面。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创始人访美，为竞选总统造势。彭博社：富士康科技集团创始人郭台铭正在美国访问12天，以宣传自己是能够带领台湾走向未来的候选人。他此前曾竞选台湾最高领导人，但未获成功，并希望赢得对中国友好的在野党国民党的支持。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认为使用武力接管该岛是一种选择。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美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向台湾提供武器来保护自己。郭台铭办公室表示，他打算利用这次访问制定一项战略，以促进台湾与世界各地的经济关系，包括与美国的关系。访问美国后，他将访问日本。阿里巴巴马云在长期缺席后出现在中国。英国广播公司，据官方媒体报道，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3个月来首次公开露面。这位备受瞩目的商人向一群教师发表讲话。杭州市政府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马云失踪的传言是在审查中国当局打击科技公司期间出现的。由于他共同创立的跨国科技公司蚂蚁集团面临监管问题，马云多次批评中国的银行业监管。中国称美国对 TikTok 的有罪推定毫无根据。路透社，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的情况下，就对 TikTok 做出有罪推定。这些评论是对旨在解决此类担忧的 TikTok 法案的回应。外交部表示，美方应尊重公平竞争，不要打压外国企业。在紧张的美国关系中，中国在犹他州找到了不太可能的朋友。多伦多星报，多年来，中国通过与该州官员和立法者建立关系，成功赢得了犹他州的盟友。这项努力的重点是吸引立法者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联系，并为北京带来了回报。立法者推迟了北京不喜欢的立法，否决了对其行为表示不满的决议，并表示以提升中国政府形象的方式提供支持。这一努力似乎象征着北京寻求在地方层面获得盟友的更广泛武器。华为表示取代美国主导的芯片设计软件取得进展。彭博社，轮值主席徐直军表示，华为正在开发软件工具，使其能够制造出14纳米级的复杂芯片。徐说，这家中国公司与国内合作伙伴合作开发了被称为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的产品，并计划在今年对其进行验证。华为是有意取代美国零部件和软件的中国硬件供应商之一，包括在芯片制造领域 Cadence Design Systems 和 Synopsys 等美国公司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芯片软件公司 Empyrean Technology 在宣布与当地大型芯片设计商和制造商建立业务关系后，在上海股价上涨 7%。虽然中国被认为落后于美国，但它已经有能力生产7纳米芯片，而华为则专注于制造14纳米芯片。自2019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以来，华为一直难以采购所需的组件，美国声称该公司威胁国家安全。作为回应，华为试图招募必要的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来承担其创建自己的芯片设计工具的项目。该公司可以从高通等公司购买成熟的半导体，但不能直接使用美国制造商，这违反了美国禁止使用美国技术制造半导体的法规。东京要求释放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人。南华早报，日本政府要求释放今年3月因涉嫌违反国内法在北京被拘留的一名日本国民。中国当局向日本驻北京大使馆通报了拘留一事。日本政府尚未公布有关该男子身份或据说他犯下的具体罪行的更多细节。在此之前，已有10几名日本国民因间谍等指控在中国被捕。日本政府首席发言人在表示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的日本公司必须遵守当地规章制度时，承认了这一最新案例。网络安全研究人员详述拼多多应用程序的恶意软件。彭博社，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在拼多多购物应用程序的多个版本中发现了恶意软件，允许该公司破坏用户隐私和安全。报告还表明，该应用程序对自己的操作享有特权。其他网络安全团队的早期发现与此类结果一致。卡巴斯基尚未确认先前报道的真实性。这一发现是在谷歌上周从其 Android 商店暂停该应用程序之后发现的，同时还发出了恶意软件警告。此举是在美国立法者就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序缺乏数据安全性发出警告之际发出的。拼多多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但其附属应用程序特目销售服装和厨房用品等商品，最近成为苹果美国应用商店中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序。马克·莫比乌斯对中国仍持积极态度，但希望北京放松资本管制。南华早报，投资大师马克·莫比乌斯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和股市将继续强劲增长。莫比乌斯称赞中国近期经济复苏，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投资机会充满信心，同时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在几乎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工作，以维持自由市场的增长。尽管担心资本管制，莫比乌斯也支持中国向更加开放的经济迈进。副总理表示，中国将继续开放市场并促进外国投资。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莫比乌斯将于今年夏天首次前往香港和中国大陆。中国百度放弃公开发布类似 ChatGPT 的产品。日经亚洲，
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在5月10日的最后一刻取消了与其 ErnieBot 聊天机器人相关的产品发布会，将其改为测试该机器人的公司举行的闭门会议。该活动最初被宣传为对媒体和公众开放。百度表示，该决定是由于约12万家公司申请测试 Ernie 的强烈需求而做出的。Ernie 于3月推出。该机器人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美国开发的 ChatGPT 也是如此。据路透社报道，百度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在发布当天下跌了 4.5%， 随后回升，部分原因是中国企业界对支持 Ernie 的技术产生了广泛兴趣。南华早报报道，马云回国后，阿里巴巴跳升。彭博社，据南华早报报道，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1年多来首次回到中国。在2020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批评中国监管机构后，马云此前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并一直自我流放海外。尽管中国当局此前曾鼓励马云返回中国以展示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但这位亿万富翁表示他已从公司退出，专注于研究农业技术。亚洲股市涨跌互现，周末因银行忧虑而平静。美联社，亚洲股市开盘涨跌互见，投资者思考银行业的结果和对股票市场的利率担忧。上周，在德意志银行的信用违约掉期升至近8年高位后，市场有些紧张，这标志着人们对这家德国银行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日本野村银行也受到打击，称其美国子公司将裁员、削弱高层管理人员，并关闭某些业务部门以解决盈利问题。与此同时，围绕 T-Mobile US 和 Sprint 可能合并的猜测继续流传。在有报道显示非正式交易讨论已经开始后， T-Mobile 美国股价上涨超过 5%。香港因投诉暂停中国内地旅行团商店。南华早报，香港旅游业管理局宣布计划停止申请在多个地区开设迎合中国大陆游客的商店。此前有人投诉旅行团在街上和公共厕所外就餐。为期2天的检查是在观察到旅行团的内地人聚集在土瓜湾和九龙城后进行的。当局发言人说，关于部分行程给居民带来的不便，旅游业代表承诺会做出改善。然而，业内人士警告说，需要提供不同价位的体验来吸引大陆游客。自去年取消 COVID-19 旅行限制以来，到香港的游客人数从2021年1月的498689人翻了一番，达到上个月的146万人次，其中内地人占绝大多数。政府发起了一场你好香港活动，以强调这座城市在经历了3年的隔离令后重返国际舞台，并提供免费机票和代金券等优惠措施来吸引游客。本月早些时候，香港旅游发展局承认存在低质量、低成本旅游的问题，并承诺采取一系列后续行动。笼罩在中国企业家身上的阴云增加了资本外逃风险。金融时报，华兴资本创始人包凡的失踪引发了国内投资者和企业家的担忧。包凡在科技经营中的人脉使他能够帮助领先的消费互联网公司上市，并开着一辆紫色的劳斯莱斯在北京转悠。对增长和商业的希望推动了中国股市的爆炸性市场上涨，但投资者担心的最大问题是中国对企业家和企业态度的不确定性。围绕财富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问题再次被提出。在电子商务领域，阿里巴巴的马云、拼多多的黄峥和京东的刘强东等知名企业家近年来至少退出了公司的部分职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开启中国之行，将与习近平会面。南华早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已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这是他自 COVID-19 大流行以来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李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和其他共产党高级官员会面。李还将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新加坡外交部长上个月也访问了北京，以确认两国在新兴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数字和绿色经济。李增表示，接受中国的崛起需要政治家风度和与其他国家的谈判。此行正值中美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将出席博鳌会议。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观一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探讨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控制，并探讨了他的系统性变化。已经实施。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布局，重点介绍了中国最有权势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使读者对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中国未来的高层政治。这本书可以在亚马逊 Kindle 电子书和平装本格式以及多种语言。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根据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提供易于访问且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https://6.world